Hello，大家好，我是你的夏禾夏叔。我相信能够看到本期节目的很多人都是因为订阅了本频道，谢谢您的关注。还有一部分新的用户来看到本期节目，是被本期节目那个比较吸引人的标题给圈进来的。在本期节目开始之前，我想提醒各位观众朋友2点：第一，本期节目可能有点长，您最好调到1.5倍或2倍速来观看；第二点，本期节目说话的这个坦诚度可能会非常的伤人。但是呢，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为什么出国？因为我渴望自由。自由里面包括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叫做言论自由，我极其的需要它。那么你需要言论自由干嘛呢？夏禾先生，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灵魂的拷问一下你需要言论自由干嘛？你需要说实话。你的母国不能说实话，说实话就有人身风险，所以你要去一个自由的世界，尽情的去表达。表达什么？表达那些你蕴藏在心底，在中国没有办法说出来的大实话。但如果你到了国外以后，每次想说实话的时候，都要顾忌一下是谁在看我的节目，是谁在听我说话。请问您说这话，它还能实在吗？就是你一旦心中有了既定观众，你就会有选择，你就会有保留。而当你的选择和保留超过了一定尺度的时候，其实你说的也就不是实话，而是台词了，对不对？说到台词，大家冷静地想一想，在你肉眼可见的海外的中文频道里面，尤其是时政类的，无论是 X 还是 YouTube， 每一个在海外做时政频道的博主，是否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反共倾向，只不过是有的人比较暧昧的反，有的人仿佛追求客观理中客的在反，也有一些人非常的极端，逢中必反，甚至逢中必反的那个疯魔程度已经不仅仅是反中国共产党了，是逢中国人必反。那么所有这些大大小小不同浓度的反贼，是否长年累月都在做着一个相对固定的主题，就是中共何时垮台？包括我自己也不止一次的在本频道做过这类的主题，甚至说过这样的预测。只不过我比较悲观，我认为这个愿景路漫漫其修远，而绝大多数的反贼博主面对同样这个课题，大多数的时候给出的每个礼拜甚至是每天日更的答案是什么？中共经济崩溃了，习近平大权旁落了，党内发生剧烈的斗争了，中共马上就4分5裂的垮台了。如果说这几种理由大家心里也很清楚，无非就是听床师们的意淫，观众朋友们自己心里其实也是半信半疑，但至少有一个理由，在很多海外的时政博主的嘴里和很多翻墙用户的心里，一直都是一颗种子。这颗种子的名字就叫美国。这么多年，我和大家一样，心里做过那个梦：中共是一个日益强大、日益独裁、破坏人权的组织。它控制了地球1/4的人口，且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尽管很多海外的人士对他自吹自擂的世界军事排名第2总是画几个问号，不愿意相信，但是至少有一个确凿的证据可以奠定他的军事地位，就是他目前是世界上第2大的核武器大国。但凡有丁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只能把那颗希望的种子取名为美利坚合众国。而最近几个月，川普上台之后，这一系列的政治上的骚操作，全世界人尽收眼底。尽管还有很多人不愿意相信这就是一个事实，依然在坚持的去念咒，
念什么咒？川普在下一盘很大的大棋，川普在下一盘很大的大棋，川普在下一盘很大的大棋。川普在下一盘很大的大棋，和阿弥陀佛还有什么区别？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所有的川粉们，咱关起门来说句实在话，川普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和阿弥陀佛还他妈有区别吗？在今时今日，他处理俄乌问题的时候，大家可以帮他洗。包括我心里面也是觉得说，他毕竟不是完人，要允许他去计算自身的利益。他把关税大棒举起来，无差别地挥向了世界180个国家，且大部分国家都是他的盟友。一部分人傻眼了，但是支持他的人还在硬着头皮帮他洗地，说这只是他的棋术，他的大招还在后面，而他等来的就是永远等不来的北京电话，每天像跳梁小丑一样，早上说的话，晚上自抽左脸，抽完左脸抽右脸，就这么轮着抽。但是我们依然愿意相信，这都是苦肉计。川普癫狂的外表、疯狂的行为之下，隐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政治谋略。然而40多天之后，他自己骚不搭的制造了一场瑞士邂逅，把一切关税又调回了4月2号之前。所有那些为他发过毒誓、坚持挺他的川粉们，删帖的删帖，仅限自己可见的仅限自己可见，删评论的删评论。哪怕是往昔的极端主义分子，挺他的人那一夜都沉默了。沉默的不是忠心，而是沉默我们明天早上怎么上网去替他解释，怎么舔这朵菊花，每一个缝里的屎我都已经舔过了。实在他妈再也找不着更刁钻的角度了，就只能把希望寄予90天以后还会有重大的变局。结果在中美贸易和谈之后的隔天，我不知道川普是故意的还是非故意的，居然说出了这句奇怪的英文单词。I think it's going to be fantastic for China.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fantastic for us.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great for unification and peace. 虽然这句话很快就得到了解释，解释说其实不是那个意思，那是哪个意思？提到了中国，又提到了和平统一，请问这俩词儿放一块儿，你让我们理解成哪个意思？我知道，即便川普的大棋都已经下到了这个份上，还是会有一些虔诚的嗜睡症患者不停地在评论区里解释，在找角度，在貌似给别人掰扯讲道理，实际上继续自我 PUA， 说后面还有妙招。我奉劝这种虔诚的朋友，你先把手机撂下，因为极有可能过不了多久，川普就要访华。Do you want to do more foreign policy trips? Yeah, I would certainly China where it's important. It's important in a different way. 万一他访华的时候捧着习近平咔咔咔咔的一顿亲嘴儿，啃完之后对着习近平说：“我亲爱的老朋友，我给你带来大礼包了，我没空手来。”把礼盒摊在北京的国宴大厅的大理石桌面上，让你猜猜这礼盒里装的是什么厚礼？是川普自己给粉丝定制的周边产品，2028年的那顶红帽子，还是2个我们不愿意看见的汉字？万一真是那个小岛的名字，你咋办？很多中国早年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意见领袖，还有很多我看了很多年的油管时政大 V 们，他们大部分人每天做的内容都是一个内容，就是中共下个月垮台。
我就是看着这些人的节目和言论逐渐成长起来的。甚至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面说这些话，开这个频道，也是早年受到了这些前辈老师们的影响和熏陶。我非常的尊重他们，他们至少曾经给了我一个最可贵的礼物——勇气。但最近我取关了很多，我关注了很多年的老师们，比如文昭先生。前些年我曾经在这个频道里面表达过，我非常的欣赏文昭老师，在某些年的时间段里面，他的节目是我必看的。而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文昭老师今年所有内容的封面。看到了吗？咱先别笑，咱客观的说，这些节目是不是其实就是一期节目？中共下个月倒台这句话，海外的民运人士说了36年，华人世界的这些名嘴们在电视在节目中讨论了10几年，像我们这些疫情之中跑出来的新人也议论了2、3年，就连死忠的华川粉儿们信誓旦旦的也诅咒了快大半年。这都多少个月了，他怎么就还不倒台？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咱们老中青3代人散落在世界各地，如此的起心动念，一起发力，他咋还不倒台？而且我居然发现他好像没有要倒台的迹象啊！别说咱的咒语和唾沫星子了，这美国的关税大棒康昌的就挥下去，对他打，他连个跟头都没摔，他还倒不倒台了？如果他倒台，谁能告诉我他啥时候倒台？是下个月吗？这马上可又到6月份了，下个月没几天了。那么我想请大家一起反思一个问题，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这个问题它到底出在哪儿？是中共已经倒台无数次了，习近平也已经死了800回了，现在坠入了无间地狱，正在那儿受苦，只不过身在平行宇宙的我们不知道，还是说过去我们对中共的很多判断其实是待在信息茧房之中？那为什么我们在外网还能出现信息茧房呢？也没有网信办能把我们在外网的账号给炸了啊！那我们怎么还能出现这么严重的信息茧房，导致于误判的结果一次比一次失望？第一个疑点，咱为啥出国？来，所有海外的同路人们，所有同行们，咱们都扪心自问一个问题：你为啥出国？我知道可能你们不会回答我，那我自己回答好了，因为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之所以远走他乡，是因为我对那片土地已经彻底绝望。那我为啥绝望呢？是因为我知道他下个月不会倒台。他他妈要是下个月就倒台，你跑什么呀？你移民干嘛呀？你还就差那几天了。他如果下个月就崩溃倒台，那咱们现在就回国探亲去呗。咱就回去以后被中国警察给抓起来，那能判几天啊？这也就10来天啊，因为马上就下个月了。10来天给咱放出来以后，咱都成革命先辈了。关10几天咱值啊，咱回去。哎，为啥都不回去？你不敢回去这个行为，是否就证明了你内心非常清楚，中共他下个月不会倒台？那既然你心里也很清楚，他一时半会儿根本就不会倒台，为什么你们还要每天做着中共下月垮台的这种主题，天天更、周周更、月月更呢？中共就要倒台了这句话，它到底是各位老师们的产品，还是一个客观事实的结论呢？
这俩概念不但没有直接关系，甚至它连间接的关系都不存在。这就好比我对着车银优的视频打了个飞机，但是它的肛门绝对不会因为我在远空打了个飞机而有任何破损的迹象。如此简单的道理，难道大家不知道吗？但凡能够在网上张嘴谋生的人，谁生活里不是个人精啊？个顶个那都聪明极了。可为什么心里都是明镜的一般，嘴上还要这么说呢？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哲学问题，就是人在自立和自欺之间要构建一个平稳的精神世界。站在自立的这个角度，就是我明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是我也得说，至少市场需要。站在自欺的角度，就是人长期重复叙说的话，说着说着自己也就信了。那为什么在这个逻辑框架下所散发出来的信息传导给他的受众的时候，观众朋友们也有很多人会信呢？这种相信，它是一种成本比较低的选择性相信。就是我也知道你们说的这些话不太靠谱，但是万一要发生了呢？你就下个月不发生，大下个月总发生了吧？那我还是先信一点吧。我信一点，起码我爽一些，我有个盼头。不然我们谁也没有能力推门出去就把中共给撂倒了。可我们还想让他倒下，那咋办呢？那就多看看网友的留言，多看看反贼的视频，发现说，哎呀，这青年失业率这么高啊，一年比一年高。这中美贸易战给中国的外贸出口可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也真是这么回事儿。那没准就要倒了，哎，要倒了。只要倒了，这些问题没准也就都解决了。反正这些孽，它确实也都是中共造的。听到这儿，很多观众朋友们可能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中共造的孽都真实存在，老百姓也确实在这些孽缘的水深火热之中，且这个孽是越造越大。我看，那这个跟中共倒台它没关系吗？我顶着脱粉被骂，被扣上大外宣帽子的告诉你一句实话，我认为没有直接关系。第一，经济崩溃，老百姓选票惩罚他，导致政权更迭。中国没选票。第二，失业率激增，老百姓民怨四起，发起抗议，使得内阁弹劾，让领袖滚下台。滚不下来，因为中共的领袖是终身制的，他宁可把失业的大学生都挖个大坑给活埋了，就没有失业率了，他也不会下台。这个大家心知肚明。第三个，新闻舆论监控社会，导致民怨四起，每个人都走上街头，走上网络去发声，使得执政党无法承受这种压力，最高领导者必须站出来向人民道歉，并且引咎辞职。可惜中国没有媒体，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党媒党刊，而且他们不止一次地向习近平表示过，党媒信党绝对忠诚。第四种，年轻人集体的罢工罢课，用无声的方式向这个社会抗议斗争。这种事情呢，中国也不是没有出现过。比如说迄今比较近的一次就是白纸革命，3年的疫情清零，可以说中国如人间炼狱一般，不知枉死了多少老百姓的生命。最终有那么一小撮年轻人看不下去了，于是乎举着白纸走上了街头。但是这件事情仅仅过去了3年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人不但不记得白纸运动的学生们，他们连疫情都忘了。社会运动组织能力本来就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更何况组织中国这帮愚民，拿什么组织？我告诉你，别说普通的年轻人没有钱，
你拿钱都组织不了中国人，你只有一个东西能组织他们，就是飞机、大炮、坦克车、机关枪，就这个能把他们组织团结在一起。你有吗？你没有。上述所说的这4种危机，它都是民主社会的执政危机，但它从来都不是高度集权王朝的社会危机。中国的经济是不是在下行？是，而且我告诉你，2025年的中国经济绝对比2024年的还不堪。就是我们说中国的经济一天不如一天了，它在疯狂的下滑，我们说错了，我们造谣了吗？我们没造谣，但是这件事它跟倒台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这些社会问题，它都是 Windows 系统的病毒。然后你拿着这些 Win 系统的病毒去攻击 iOS 系统，你觉得会产生什么效果？再一次抛出同样的问题，这种你知砒霜我知蜜糖的逻辑，所有的反贼们，所有的大 V 博主们，他们不知道吗？我相信他们心底也知道。那他们为什么还每天都在无差别的宣布川普赢了，关税战把中国打趴了，下个月就要倒闭了呢？我想很得罪人的说一句实话，因为他们大部分人是需要靠这个为生吃饭的。润到海外的豪门巨富，他们是不会在网上发表任何对中共不友好的言论的，因为他们不敢。毕竟树大根深，盘根错节，润出来的底层打工人、留学生，他们是以谋生和求知为前提离开的中国。没准有一天毕了业了，挣足了钱还得回去呢，他们可不敢轻举妄动，在网上胡说八道。那么中间不上不下的这帮知识分子们，他们到了海外能干嘛呀？所以如果他能够在网上做一个自媒体，既可以抒发自己的心情，又可以有一定的收入，这是不是在外国社会一个非常好的安身立命的方法？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就必须根据客户的需要定制产品，就是什么东西是事实这不重要，我的客户想听什么我就给他们录什么，这是关键。那么能够在海外平台上网的华人顾客，你觉得他想听什么呀？他要是想听大国崛起，祖国山河一片红，那他就上内地的网上听去了。抖音、B 站都是这玩意儿。之所以翻出来，或者愿意关注这些时政信息，就只有2伙人。一伙是对中共有很大不满，追求自由、追求普世价值观的中国人；另一个族群就是今天 YouTube 中文区域最稳定的一个基本盘，叫做台湾。可能很多刚刚从大陆新买了 VPN 翻墙出来不久的人都发现了一个新鲜事儿，就是为什么所有外网中文频道的时政博主基本上99%都在舔台湾。说到这儿，叔就要给大家罗列几个干货数据。 YouTube 是谷歌旗下的视频平台，也是世界第1大长视频平台。这个平台有多少用户呢？足足25亿人口的用户。那么在这25亿如汪洋大海一般的用户之中，中文用户占了多少呢？占了3%，也就是6到7千万人。您知道那是什么概念吗？就好比 YouTube 是一个广场，而中文区域只是广场上的一颗鹅卵石。它就这么一点点的市场份额，只有6到7千万人，而台湾用户你知道占比是多少吗？台湾用户在 YouTube 上占比到了1700万人，基本上就是1/3的中文用户全是台湾人。听到这儿，您大概明白了一半，对吧？你看看那些舔台湾的博主，你看看他们那气质、那打扮和他屋子里那陈设，你看他像有钱人吗？他不舔台湾，他能活着吗？
不管他是真心的爱台湾，还是假意的爱台湾，还是在过程之中逐渐爱上了台湾，他的肚子都指令着他，你必须讨好台湾观众。因为只要你敢说一丁点儿台湾观众不爱听的话，哪怕是大实话，台湾观众就立刻敢把你的粮食给你切断了。所以你们才会看到很多人根本就不是台湾人，甚至他们都没去过台湾，但是他们每一期做的节目都跟台湾有关，哪怕是没关系，最后落点也得落在台湾身上。台湾有事儿是台湾万岁，台湾没事儿就去找几个中国抖音上的傻逼小粉红说的一些所谓的恶心言论，截图下来以后再播给台湾观众看，这边放着粉红的言论，这边他盯着那个东西骂着那个粉红，给台湾观众找爽快感。为什么？他不觉得他自己很无聊吗？他觉得。但是我告诉你，要饭吃是不能要脸的，他们每天就端这个要饭的盆儿，蹲在台湾人多的地方，哐哐的给人家磕头。但是你光磕头，现在没人搭理你，你嘴儿得甜呐。你以前要饭的时候不得说两句，这位大姐一看你就是夫人之相啊，这位大哥一看你就是贵人之相，将来能升大官啊，哇，这位年轻人将来必是举人状元之相啊，栋梁之才呀，你才能得了几个铜板赏一赏。而今天数字化时代了，你怎么跟台湾人要饭呢？你最好去大陆搬几个小粉红的视频出来，然后告诉台湾人，大陆人都这么傻逼，然后就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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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着这个粉红的视频骂个10来分钟，把流量骂上来了，今天也就算把这3餐给解决了。台湾观众，如果您听懂了这个逻辑，你也别觉得上当受骗了，你也不要失望，你也不要去取关人家去，你记住，人家真的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了。那么刚刚说的这种现象又推导出了另一个非常值得玩味和探讨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台湾观众这么的喜欢去收看这些所谓的造谣、听传、抹黑、断章取义的频道呢？这个问题啊，说来它就话长，我就简单的给它归纳几点，也是我个人的感受。如果有不全面的地方，欢迎台湾朋友您在下面补充。首先，当代台湾网络上活跃的台湾用户，他们大部分人都是成长和出生在绿营崛起的时代，他们对中国大陆的认知主要来自于2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打开台湾的主流媒体新闻报道，名嘴讨论，他们看到的是大陆是一个对我们文攻武吓、野心不死、时刻要统一我们的独裁大国，让他们感觉到很压抑，于是乎他们选择自媒体。那他们选择的自媒体肯定不可能是那种粉红5毛大 V 的自媒体，因为那些人天天侮辱和谩骂台湾人，他们就只能选择一些对台湾比较友善的自媒体，比如说 YouTube 上这些媒体。而 YouTube 上这些媒体本身的创作者大部分都是从中国逃出来的，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是自己的学识经验，告诉台湾观众朋友们，大陆有如何的缺点。大陆没有人权，大陆没有言论自由，大陆不能上国际的网站，大陆的社会阶级非常的严重，很多资源都被权贵家族垄断。所以从小到大，他们的心中就已经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烙印。这个烙印上啊，它就刻着4个大字：中共很坏。哎，没准这个烙印背面还刻了一行小字儿，叫做中国人也很坏，对不对？你们是不是就这么想的？哎，我了解，我不生气，我非常理解你们，因为这个确实是客观环境给你们的印象。但这也同时产生了一个信息茧房和选择性信任的偏差，就是台湾的年轻朋友们，他们充分的了解了大陆有多坏，但是他们却不了解中共今天在国际舞台上具备哪些系统性的优势。
比如中国的经济已经飞速发展了30多年，中国的科技也已经在快速进步，甚至在某些单项产业上已经超越了很多老牌的发达国家，位居世界前茅。比如电动车，比如稀土。他更不清楚中共这样一个极其复杂且深谋远虑的政治机器，他这些年在国际上是怎样渗透的。他们认为中共是一个被世界孤立的国家，他们不敢相信中共在世界上真的不是一个被孤立的国家。你在联合国决议举手的时候，他比美国的票都多。他的任何邪恶决定，包括对台湾要施展的统一政策，在联合国动不动就70、80票举起来。他真的没有被孤立。之所以你感觉他被孤立，我告诉你是为什么。中共有很多朋友，但他们没有一个好朋友。所有的发达国家、文明国家、自由国家，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国家，跟他都是反面的。但是那些非洲啊、中东啊，很多你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国家，在联合国那都是一呼天下英一般的存在。这也是他大撒币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你别管他用什么手段拉来的选票，但他总能把选票拉来，他最终就能赢。你们台湾多党斗了这么多年，想必对于这个把戏早已烂熟于心。所以中共对于台湾的很多年轻人和绿营的支持者们，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陌生是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去过，也不了解我刚才说的它内部结构性的残忍和精密以及高端。但是为什么又熟悉呢？因为中共是一个你绕不开的名字呀。你不想看见他也得看见他，因为他天天的围着台湾岛在那军事演习，文攻武吓。他的状态直接决定了台湾的生死存亡，所以台湾人没有办法选择看不见他。如果台湾人能把自己这个岛搬走，他早搬走了，搬到大洋彼岸去，让中共再也找不着自己。可惜呀，他没有办法选择对方这个邻居，为了警惕，他也得时刻观察着对方又要干嘛。所以当他们打开手机、打开电脑的时候，自然就会被一些中共负面的评价所深深吸引。这也就让中共要倒台这个论调有了一个非常稳定的肥沃市场。那可能很多大陆的朋友要问我了，台湾人有那么笨吗？虽然两岸的问题非常的焦灼，也非常的严峻，但台湾人家很聪明，也不傻。你说这种谣言人家就信呢？我跟你说，其实台湾朋友他也不全信，他知道这个东西有点不着四六，不靠谱，但是他就听个爽。就像我刚才说的似的，没有任何疾病是靠 SPA 按摩就能治好的，但是他也没打算跑这来治病，他就是来放松放松。而很多 YouTube 的创作者，他们也完美的抓住了台湾朋友的这个心态，就是靠不靠谱、真不真实不重要，你也不在乎，只要我今天把您说爽了，你就当相声听，明天你还来不就得了。反正你们台湾人也不了解中共内部的组织结构是怎么一回事儿，在你们焦虑的人生之中，我给你来几个习近平要死了、中共要垮了的段子，对吧？您听个10来分钟，大家各求所需，何必那么认真呢？挺残忍，好接受吗？会不会有点太扎心了？扎心的都想取关我是吧？没关系，您如果因为我说了实话，就要骂我，并且再来一个大大的取关，你放心，叔绝对不留你。为啥呢？因为我不以此为生，我流量不算高，视频也很少。这个频道开了3年，一共只有100个视频。这3年还不是我周周都更新，其中有1年半的时间我都没有更新，我在忙自己的私事。如果你问我说，那你开这个频道的意义是什么呀？意义就是精神抒发呀。我在中国攒了40年，一肚子的故事，我得找个地儿说呀。
说完我就不内耗了，我就爽了，这就是我想要的。如果有很多人看，哎，那是我的幸运；如果没人看，没人看就别看了。不是说我有钱，也不是说我清高不指着这个，而是我没有办法指着这个。因为你只要指着这个发财、赚钱、过日子，你就得服务于你的粉丝。可是我服务于你，那我就得说你爱听的，对不对？哎，我他妈连中共都不服务，中国网信办抓了我一次，找我谈话喝茶，我他妈夹包就跑日本来了，这么多年都不回去。我这性格，你觉得我能服务粉丝吗？你粉丝再牛逼，还能比中国共产党牛吗？他我都不尿，我还能理你吗？所以我没有办法背叛我自己真实的价值观。也正是因为这份倔强、执拗，甚至是偏激，你们见过一个20多万的频道连会员都不开的吗？就 YouTube 那个后台已经弹出了800多次了，请你赶紧开个会员吧！你开了会员之后会怎样怎样怎样？每次那个窗口，我就是不加思索的，咔嚓就给它点叉关上。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我不是现在不开会员，我将永远不开会员频道。第一，我这正经视频都3天打鱼2天晒网的，想录录不想录不录呢，我哪有时间录会员频道啊？第二，我录啥呀？我所有的所思所想就是免费的分享出来，我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你爱看看，不愿看拉倒。但是如果我收了别人的会员费，我是不是得给人家提供服务啊？那我能给人提供啥服务呢？我想不出来，我没有那个创作实力，索性我就不碰这件事儿。因为我们之间只有思想交流，没有1分钱关系，这才能干干净净、纯纯粹粹。别哪天我说点不爱听的，一翻车了，你再骂我说，哦，你收了我们的钱，你都是为了钱才伪装的。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不要你1分钱，我也不跟你装，咱谁都别跟谁装。为了不装，所以我有几句话要奉劝一下台湾的朋友们：如果你真的想对抗中国，你至少要有一种勇气，就是正视中国。不管他高矮胖瘦，你就直勾勾的用你鹰一般的眼睛盯着他，把他看穿看透。因为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如果你不敢看他，你闪避他，你麻醉自己，捂着眼睛当鸵鸟，那你真的可能连战胜他的概率都没有。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2个世界上超级的大强国互相角力斗争，还得等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那还用了足足50年的时间。今天的中共比那个时候的苏联更强大，而且问题更复杂。他会不会倒台？他一定会倒台，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可以千秋万代。但是他啥时候倒台，这个你可得做好心理准备。他需要每一个成熟的人拥有足够的耐心。我非常能够理解你们的心情，你们渴望这个世界能有一个超级大英雄，他拥有绝对的实力和战斗值，直接把中共哐哐哐哐哐3拳打趴下。不是你想，我也想啊，但很遗憾，这个英雄的名字绝对不可能叫川普。说今天这烟啊，抽的有点多。很多人曾经评论里问过我，你点这个烟也不抽，就举着你熏蚊子呢？不是，我这抽的动作呀，都被那个剪辑师给剪掉了，为了让节目紧凑一些。实际上我举的每一根烟真的都抽干净了，就剩个屁股，你看看。面对今天聊的这一番挖心肺腑，我想做一个宏大的总结，叫做现实与梦想的区别。可能台湾的朋友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但如果你是一个大陆出来的海外华人，或者是翻墙用户，或者您就是反贼频道的创作者，你一定非常的感同身受。为了说一句中共的现实，我们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的。在海外的网上发声，只有发声和不发声的区别，没有1次和100次的区别。正因为这个残忍的事实，导致所有海外的中文发声者都面对着一个共同的人生困境，就是从你张嘴说中共坏话的那一天，
你他妈就做好了死在外头的准备吧。即便是有一天父母驾鹤西去，你都没有送葬磕头的机会，而且大概率的，你曾经的朋友都会疏远你，不敢再跟你接触，你会因此变得很孤独。但这就是我们出生在一个集权国家还想要自由的必然代价。所以我曾经表达过，每一个在海外媒体发声的人，不管他说对了说错了，我都欣赏他的这一份勇气。但如果自己把自己锁在了一个信息茧房里面，你就会变成一个政治的祥林嫂，你永远在絮絮叨叨那些你想说的却不可能实现的愿景，你永远在逃避，实际上中共已经在鸟枪换炮，不断升级，母国体制在不断的升级，咱不升级，你不觉得这更绝望吗？这样长期的认知和信息错位下去，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就是我们自己被这个历史逐渐的淘汰掉了。面对这种残忍的自然规律，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只能耐心等待。尽管我们在步履不停的道路上，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绝望、很心碎、很累，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客观的事实：中共垮台等于什么？以今天中共在世界上的地位，粉碎中共等同于把世界的秩序重新组合排列。这是小事儿吗？这是天大的事儿啊！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看见那一天，已经是历史的幸运儿。不要忘了，多少金戈铁马的王朝，在历史书上不过就是3页而已啊！而就这短短的3页，其实就是它的300年。首要任务是过好自己健康的人生，拥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加大我们看见日出的概率。这么多年过去了，白云苍狗，岁月转流，世界所有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好像都没有准确地预言到中共命运的走向。所以在我的心底，仿佛只有那么一本书不负我，这本书就是《推背图》。《推背图》里的经典名言是什么呀？99年成大错，称王之后在秦州。99年，也就是2048年。我今年已经40加了，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够活到2048年，但是我总在想，2048年的时候，自由的曙光肯定会普照到了神州大地之上吧。尽管我非常无奈，下个月并不是2048年。综上所述，全无稿件，仅仅是我个人这些年成长的心路历程。如果你已经看到了此刻的这1秒钟，我对您说一句：共勉之。